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之前我们有过一期环境光渲染和机器学习，讲了如何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拟合环境光渲染里用到的 BRDF 查找表。前不久，机器学习领域刚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 CAN， 引起了一些轰动。那如果把 CAN 用在这里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来试一下。这张查找表怎么来的，这里就不重复了，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那一期内容。这里只复习一下拟合。查找表的两个通道分别可以看作一个曲面，我们可以用3次曲面来拟合，也可以用一个很小的神经网络。输入是 x 和 y 坐标，分别表示 alpha 和 n.b， 输出是 f 和 g。只要生成足够多的输入和输出，拿去训练两个神经网络，分别生成 f 和 g， 也可以来表示这个查找表，相当于用神经网络做压缩。上次的结论是，如果用 ReLU 作为计划函数，生成的大平面比较多，得要很多节点才行。如果用了 CLU 的话，弧线让神经网络拟合的效果好得多，2个隐层，每层3个节点，就已经能得到优于3次曲面拟合的结果。后来我还做了进一步的改进，用 Sigmoid 作为计划函数，那每个隐层只要2个节点就够了。G 的话，甚至只要一个3节点的隐层就够。这都是特别小的神经网络了。这里的经验就是，在处理曲面拟合这样的问题上，宁可用复杂一点的激活函数来换取更少的节点，这样 forward 的计算量可以更小。再来看看 Kolmogorov-Arnold Network CAN 是什么。一句话来概括， CAN 是把激活函数从节点挪到边上，并且把激活函数的参数也变成可训练的。那以前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传统的 MLP 激活函数是固定的，训练的是边上的权重这样的纯数值。RKA 的理论要训练的不但是权重，还有激活函数本身，也就是连用什么激活函数都要训练。这不是个可微的过程，没法训练，造成了长期以来没人用它。这次的 CAN 方法，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把激活函数用变样条曲线来构造，相当于确定了函数形式，但参数仍然是可微的可训练的。变样条的不同参数可以构造出非常不同的函数曲线，相当于通过参数的调整就能大幅度改变函数的样子。有了这个，就能把 CAN 用到现有的训练框架里。用类比来说的话，你可以认为每条边上还有2个节点，第一个节点有个普通的激活函数，第二个节点有个变样条的激活函数，两者相加是这条边的输出。而真正的节点只是把每条边的输出拿来累加，其实还是那个道理，用特别复杂的激活函数换取更少的节点。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 forward 的计算量尽量减小，不能只盯着网络的大小。接下去就看怎么用 CAN。 原论文也公开了源代码，但是这个代码也就是满足论文的目的， CPU 训练的拟合没法直接用到现有代码里。4年之后有了叫做 Efficient CAN 的开源项目，用 PyTorch 实现了 CAN， 这就能用了。里面的 CAN Linear 几乎就是个可以原地替换掉 PyTorch 的 NN.Linear 的东西，多的那些参数用默认值也能跑起来，几分钟就能把原先的 MLP 换成 CAN 进行尝试。原先 MLP 的4乘 NN 在4070 Ti 上训练一次 F 的拟合大概要6个小时， loss 降到 2.79 乘上10的负5次方就降不下去了。不用担心过拟合的问题，我还有一些后续流程证明不会过拟合，所以这里只需要看 loss 就行了。还用同样的网络结构改成 CAN 来训练，这样在第2个 epoch 就达到了 6.75 乘上10的负6次方的 loss。 虽然每个 epoch 需要原先20倍的时间，但一个 epoch 也就8-9秒的事情。这样看来可以再优化，先把网络变成只有一个2节点的隐层，还是在第2个 epoch 就达到 9.33 乘上10的负6次方的 loss， 只花了不到2秒。但如果只有输入层和输出层就训练不出来了， loss 卡在 0.0058 就下不去了。看来一个隐层是最低的。那么参数上能否继续降低呢？其他几个参数看来并不影响计算量，默认的激活函数是 CLU， 先换成最简单的 ReLU， 还有 Grid Size 和 Spline Order 会影响变样条的形式，默认参数分别是5和3，
在减少到1和2之后，能达到和原先 MLP 差不多的结果，但训练时间也就16分钟。别高兴得太早。Forward 方面，需要在 C++ 和 Shader 里手写一个 can linear 的 forward， 能得到和 PyTorch 里同样的结果。问题在于，它的计算量至少是 MLP 的10倍，像他原论文说的30万参数的 MLP 变成200个参数的 can， 那毫无疑问有优势。而我们这里的网络本来就非常小，用 can 只能减少1层，那这样的 forward 开销还是不合算的。即便用混合式的网络，1层用 can， 1层用 MLP， 还是会吃亏。之后我还打算在别的应用场景上试试。虽然结果仍然是否定的，但这个探索算是排除掉了一个坑，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启发。下期我们来看些不一样的主题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